大家早安！我跟許先生呢講了非常久的大坑爬山，終於在今天正式啟動。現在呢時間是7點半，對不對？7點半左右，我們出現在台中的大坑。為什麼呢？因為我們要來爬9號步道。因為我們沒有騙了，被抓來拍片。那這個步道呢，最特別的地方不是爬山，我們今天主要就是要來吃東西。來爬山的我會來嗎？9號步道呢，最厲害的就是它整條路通通都是賣吃的，所以呢，我跟許先生就是借着今天要來爬山之名，來吃東西之實。那我們就話不多說，直接爬山吃東西。大家最熟悉的這個步道就是這裡，一入口呢，你就會感覺到兩旁全部都在賣吃的、賣蔬果。許先生剛剛就說我大肚子餓，那是死不爭氣的，7點半了嗎？我們今天走這邊是9號步道，是不是？我們好像每次來都是走這裡。對啊，因為9號步道呢是裡面最輕鬆的新手友善的路線，所以如果你們第一次要來爬大坑啊，就建議先來爬9號，好嗎？入口的地方其實就蠻熱鬧的，除了賣一些小吃之外啊，也會賣蔬菜、水果。所以如果你們有想要買一些蔬菜水果，不要上山買，記得下山再買就好了。有一次，我跟許先生好像在一開始就買了水果，提着上去。你們知道等下的路有多艱辛嗎？雖然9號步道已經是相對輕鬆的路了，可是它還是有蠻多上坡。而且對新手來說啊，真的蠻累的。我們每次回來啊，衣服全部都是濕透的。許先生等下就會變透明裝了。他今天還不小心穿白色。我不是有帶一個毛巾嗎？有啊，在我包包裡面啊。然後披在身上，比較像是一個有來健行的人。但我拿的是家裡洗澡的毛巾呢。你是誤會了什麼事情啊？哎，不好意思，我想要吃酥皮紅豆餅，我被這個給吸引到了。這個在路口酥，我剛剛就看到了，超大一顆，20塊。酥嗎？我們先問酥不酥？酥，摸起來很酥，而且它的內餡很多哎。好吃，就假的啦。它不甜呢。之前說车輪餅最好吃的就是那個飛碟，它就是那個飛碟派的，而且它中間的內餡呢完全不甜。以前的紅豆餅大概有7、8分甜，它大概4、5分甜而已，我覺得很 OK 耶。重點是酥，我覺得酥就好吃。究竟有多荒謬啊？剛剛許先生說先等他吃完蛋，他要去對面買滷豆乾。我們到底是來爬山還是來吃東西？今天的戰略非常簡單。怎麼？我從入口處一直到山頂，我不希望我的手上有空閒。啊，嘴嘞？嘴巴就是不要有空閒，保持着一直有食物的狀態上山。那這樣你下山會不會很飽啊？那我下山就喝咖啡。請問一下，你們營業到幾點嗎？到下午就是賣完。哦，這一鍋賣完就結束了。哎，你打開，很香哎！你打開，整路都是你的豆乾香味，真的。越看越不懂，到底現在在幹嘛？真的，越看越不懂。不是說好要來爬山健行的嗎？它的還蠻好吃的，它的蒜好夠味哦，再加上辣，淋上最後那個滷汁，最後那個滷汁是精神靈魂。為什麼我們豆干要斜切？跟它讓裡面那個白白空洞的部分接觸的面積更大。我喜歡它的醬料就調味，會裹在上面。它的滷汁有點像是茶葉蛋的那種滷汁，有點茶香氣。Oh my god！ 這邊居然還有生煎包，我要發瘋了，我要發瘋了！我現在連路口都還沒走到。剛剛我越走越不對勁哎，因為之前我們來9號步道的時候啊，沿路全部都是賣吃的。然後剛剛呢，意外的發現旁邊的那個柱子上面寫着9之1，所以我不小心繞到旁邊比較小的那一條支道9之1步道。所以我們等下下山的時候啊，可以從9號下來，因為他們都是互連的。你們等下自己也可以看一下地圖。可是我已經開始有點喘了。各位朋友，9之1的地獄要開始了。這個樓梯有多過分啊！哇轟哦！大家會不會看到我們這個影片都很難看？後面2個人都不講話。你先生的話越來越少。對呀，他們發現我們現在2個人都不講話，然後手開始在抖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各位，稍作休息，走得更遠。我們休息一下。媽呀！啊！還是我們就到這裡結束。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
我看到最后一道曙光了，好像到那邊就停了，你知道嗎？看到祖先。哦，看到觀音了，是不是？我們快到盡頭了，請大家給我們一個掌聲鼓勵，謝謝。斜坡上來之後呢，你就會跟9號步道接在一起了，就是主幹線的地方了。這裡，我們剛剛走錯了啦，上來這一道主幹道才是9號步道，我們剛剛那是9之1。然後上面呢，你也可以接10號步道。我們最重要呢是要去觀音亭看風景，下面呢就是農夫市集，所以你往下面看啊，喘一下。我看到我的祖先。9號步道呢，沿途全部都是賣吃的、喝的、穿的、玩的，你們就可以走9號步道，會比較熱鬧。在召喚我。对，許仙別去，會死，不可以去。不要跟着光走，不要跟着光走，不要跟着光走，你會看不到斑斑。我好像抵達了觀景步道了。媽呀，又開始看到有山範，就代表好了，快到了。這一段影片好難看，真的好難看，有一個急死的老人。我很好。你還很好嗎？我怎麼覺得你快要喘不過氣了嘞？我來看一下有賣什麼東西，因為又開始有吃的東西了，好不好？大家，我們的戰場來了，我們戰場來了！窯烤麵包，但我上山真的不能買，太重了，太累了。我們晚一點下山再看要買什麼，帶回去給我家人吃。手工酸菜，玉米20塊可以買哦。大家已經開始吃嘍。哎，我想起來了啦，上次帶我媽來就是在這個平台啦，你記不記得？在這裡啦。她在這邊站。對啊，30分鐘。我覺得最漂亮的就是這個地方，給大家看一下。看下去就是台中市區了，有沒有遠眺台中市區？走上來呢，你們就稍微休息一下，看一下這個愜意的風景。等一下我們下山就是要開始報吃報買行程了，好不好？準備好了嗎？先給我一點水，我已經看到光了。我現在召喚我，今天到底要看幾次光啊？好，來觀音亭這邊吃我剛剛的芋頭紅豆餅。難怪大家剛剛都提着早餐上來吃，因為我發現這邊啊空間很大，有很多座位區，你們就可以拿着東西，拿着早餐爬到最頂端的地方，慢慢的吃早餐，悠閒的吃早餐。還有很多人在那邊泡茶，很 chill， 非常 chill。我記得他們家紅豆餅20塊真的蠻好吃的，內餡很多。但是因為他們是脆皮，你如果拿上山啊，它就會比較沒有那麼脆了，就有點像是變成雞蛋糕的口感了。裡面的芋頭比較像是那種古早味麵包店裡面的芋頭內餡，甜度比較高一點點。我還是覺得紅豆好像比較沒有那麼甜。山上大家都是山友一起來泡的，我覺得這個氛圍真的蠻 chill 的。而且呢，下面呢就是有一些水龍頭啊，跟這邊可以飲水的地方，所以大家都是準備茶葉啊、茶點啊，來這邊交朋友泡茶。拿到觀音亭之後呢，許先生就看到這個檸檬愛玉。我記得上次你也是買這一間呢？不是嗎？不然你在買哪一間？買轉角那間，等一下帶你去看。哦，有透心涼的感覺嗎？光線消失了，祖先回家了。前方引導我的那道光消失了，祖先他們各自回家了。我覺得來大坑這邊健行啊，對於初學者來講有一個很大的好處，就是路旁有很多 NPC， 這些賣飲料的啊，賣農產品的啊，然後一些街頭藝人啊，他們都會鼓勵你，說往前再多走就到哪裡嘍，加油加油，早安早安，這樣很棒。來買水煮玉米換貝。我們來大坑呢，最重要的行程就是吃換貝，這是一個儀式感哦。我們基本上每次來一定都會吃水煮玉米啊，不管是哪一間都好吃啊，我覺得。而且它這裡一直賣20塊，其實不算貴，合理。對啊，想當初我們去什麼瑞豐那時候吃一隻多少錢？我到人家把玉米背到山上，還一直賣你20塊。瑞豐夜市一直賣你50塊。知道剛剛啊，我們從山下上來了一對，其實看起來像姐妹，還是姐妹淘的。你來看我，你知道為什麼嗎？覺得我怎麼沿路都在吃。對啊，因為我們去有你上山的時候在吃那個豆乾，然後茶葉蛋，然後又喝飲料。
然後手上現在又拿着玉米，他們只要遇到我就在吃東西。我跟你講，他們等一下呢，我们超車之後，他會發現你在山下又在吃。這真的只有在大坑會發生。我們每次來大坑呢，就是吃沿路，然後下山提了大包小包，我都不知道我們到底是去菜市場還是去爬山。所以我喜歡來大會，很荒謬。哎，是不是我之前買的超普通水煎包？但是它韭菜已經售完了。我跟大家說，他們這邊有2種醬，一種呢是这種甜辣醬，另外一個呢是辣死人的那種辣椒辣，2種都很好吃。我要買回家給我家人吃。OK， 好。買完超普通水煎包，我們要來對面吃豆花了。很多人說這間豆花很好吃啊，我還沒吃過，好爽哦！哎，這間豆花啊，也是很多人說爬山一定會來吃的。買完水煎包直接過來吃豆花。OK。許先生點的是花生，哦，這樣多少錢啊？誇張了，誇張了。剛剛我們有加一點微冰，這個天氣不加冰不行，會死，真的會死。我還要再加一點冰。哦，可以自己加是不是？給我更多的冰。more。我是 Ice Man。所以真的很棒啊！有吃的東西怎麼會不棒？這是它的豆花，第一個是不難吃，然後價格說實在的，因為比山下貴，1碗60塊。然後它的冰呢是黑糖水直接冰的，冰本身就很有味道，很有甜味。還有花生，好喜歡。還有花生是那種花生罐頭，你知道嗎？我們家米米軟軟，回家可以吃，透心涼。而且豆花很好吃，我覺得比山下很多豆花都賣好吃。說認真的，喜歡大坑，喜歡大坑。再2碗。旁邊也有很多農特產品，草莓凍乾、芒果乾，還有賣鍋子哎。人在山上的時候就會特別想消費，什麼都想買，對不對？都爬這麼遠了，難得來哦，不買一下山產合理嗎？殊不知這邊海拔只有300公里。哎，老師的芋頭餅今天是沒開啊？老師，芋頭餅，老師，我看芋頭餅的時候，我老公已經跑來這裡了，這瘋子。我要吃雞爪的也有哦，有剪指甲的滷雞爪哦。滷雞爪哦，我必須嘗嘗。才發現啊，9號步道這一間魚丸湯啊，它的魚丸湯的費用都是給偏鄉義族的費用，我覺得很感人呢。只有炒麵跟滷味的費用是給店家的。你們如果來喝魚丸湯，就是在幫助偏鄉的孩子們，好不好？你必須要說雞爪，不希望嗎？偏普，正常啊，要60塊。如果來這邊還是吃它的魚丸湯，我覺得是最經典的。滷味就是想要搭着吃，你再買，這樣好不好？還行啊。之前有人跟我說他們家的炒麵很好吃，到底是多好吃？來爬山吃個炒麵，我真的很猶豫，但是又是忍不住，就想說啊，不然吃吃看，大家說好吃到底是什麼好吃？而且他們的不是淋肉燥，他們是放這個。我們台中其實很多炒麵不是倒雞啊，倒雞啊，對啦，豆汁啊。我們很多台中炒麵是走這個派系，但是這個派系比較常在素食麵出現。它感覺是素食的。看起來是啊，因為沒有肉燥，然後上面還有一些木耳啊、紅蘿蔔、油麵，它的醬秒懂。如果不加醬，它就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普通炒麵。加了它的辣椒醬之後啊，因為它的辣椒醬是醋的，是酸的，你會覺得辣的很新奇耶。辣的很清爽，那它的辣是嘗的有點深，你越吃會覺得哇，舌頭累積的那個辣度越來越高，分量很多哎。我覺得如果你們來爬山啊，要吃飽可以，但如果只是想要精緻吃一下哦，2個人share1碗就好了。主軸還是魚丸湯啊。不知道為什麼來爬這個9號步道啊，就覺得一定要吃個魚丸湯，必須，好像也是一個儀式感，就跟水煮玉米是一樣，魚丸湯好吃。他剛剛吵着要喝咖啡，不得不說這條路的上面的咖啡啊，每一家都很便宜，都是60塊、80塊這樣子。這一間呢是幸福小站，它旁邊有很多座位區，感覺很 chill。我們就等一下拿着咖啡去後面點美式嗎？還是精品咖啡？精品，我已經從美式男孩變成精品男孩啊！這條路真的很適合你們找個假日啊，悠閒的爬山，然後慢慢的吃的東西下山。這個一個上午就不見了，就不見了。我真的等一下有蚊子。
我們現在下山的時間呢是大概11點多，人潮還是很多哎。你會發現越晚越多人越熱鬧哎。攤販的東西啊，比較熱門的店家，其實很多東西就是大概9點10點就賣光了，好不好？下山是採購的時間了，這時候呢，你就可以多買一些你想要帶回去的農特產品了，就不怕上山的時候背得要死。哎呀，不是，我老公又買雞爪了。哎，它1盒50塊而已，就是50塊啊，好便宜哦。有什麼好不買的？而且它也有蔥餅呢，哦，也有大餅呢。我看一下有什麼東西。我剛剛看到這個餡料，感覺好好吃哦。你們是只有假日在這邊賣嗎？沒有，我們135在這裡。哦，135在這邊。對，然後其他天數阿姨也差不多賣一樣的東西。我們店面就在下面而已。哦，店面在下面，所以平常下面对有，下面是買得到。对面，停車场斜对面都可以单買，好棒哦。许先生很有興致，他看到很多人在上面，跟我講說要走上去嗎？好啊，大坑地震公園。哎，我是不知道那時候我們台中地震的時候，這裡是不是有重創？反正921那時候我是很怕的，驚到要死，有3天不敢回家睡覺。哇，好厲害！往上，往上！我 respect 所有就是帶着小孩上山的爸媽，真的太有勇氣了。我真的沒有勇氣做這件事，我很怕要扛着他。剛剛才了解，原來這裡是車龍不斷層帶，就是我們當初921受災戶啊。我那時候真的有整整3天不敢回家睡覺哎，那時候台中好嚴重，晃得超大力的。你們往那邊看，剛剛那個里長不知道是里長還是哪位里代表，他說這邊的地層啊，我們剛剛爬上來這邊啊，都是地震那時候拉起來的，所以才保留這一區。給大家看，這邊後面都是地震公園的區域。哦，敬畏自然，及時行樂。繼續吃。剛剛離開大坑之前呢，我在滿香饅頭入口處那邊的滿香饅頭買了一些大餅、饅頭，還有蔥餅，想要帶回家給我的家人吃啊。我自己先來偷吃。它的東西大概都是35塊左右，反正麵食類呢就都不貴啦，都是這樣子。趁着我們現在在充電，因為它的停車場很大之外還有充電座，來吃一下我剛剛買的饅頭大餅，這個蔥餅。剛剛迪迪說他們家的店啊，好像在停車場的附近就有本店了，135、136嗎？反正就是固定某幾天有在步道裡面賣。他們這個真的很乾爽哎，完全不油，點油分都沒有，它是很單純的麵粉香氣，蔥的味道。說實在的，蔥的味道比較淡一點。我們之前吃的那種蔥餅啊，油香味都會再更多一點。但是它走的是一個很清爽的派系，單純就是吃那個麵粉的香味跟淡淡的蔥味而已，蠻有彈性的。那如果你是期待像吃台式早餐那種很蔥香的，你不要買這個，它是比較清香一點。淡口味的朋友當早餐，我覺得還不錯。我還買了一堆山東大餅，因為我哥非常喜歡吃山東大餅，我家的人也很愛吃這種沒有調味的東西。我就買一整袋，這個好像70塊吧，一整袋70塊，回去給他們慢慢啃。還有我自己最期待的饅頭，這個饅頭一個好像也都是30還是35，我有點忘記了。它裡面呢最特別的地方就是這個乳酪丁，很多乳酪丁。我今天買的這個好像是芋頭蔓越莓乳酪，非常多東西，然後芋頭丁在這裡，來偷吃一下，有點大，不知道怎麼入口。喜歡他們家的饅頭，他們家的饅頭內餡真的非常多，咬到那個乳酪的時候，你就會覺得鹹香鹹香的，再加上蔓越莓本身就是一個果香，所以酸酸甜甜的。芋頭呢，則是增加一個口感，芋頭的味道不會太突出，大部分都是起司跟蔓越莓的味道。麵包體 Q 嫩嫩的，它在現場呢還會是熱的，所以你如果熱的吃，它整個鬆軟度還不錯。這一顆可以買，我覺得帶回家當早餐吃會蠻開心的。爬山完吃，你也會覺得哇，好有麵粉炸彈的感覺。還買了一個黑糖乳酪，它現場呢還有那個堅果包，堅果包看起來也非常好吃，堅果好多。如果你們是愛吃堅果的朋友，也可以買那一顆，它都可以單賣。你想要什麼口味啊，你就跟他講說這個幾個，這個幾個，買一個也可以。店員人都蠻好的。他們家黑糖饅頭味道比較沒有那麼濃郁，基本上只有跟白色的饅頭差距一點點的味道啦。
可是我覺得它的糖度、甜度控制的蠻好的，你有點在吃那種養生麵包的感覺。乳酪丁加的多，基本上就是增加它那個奶香味跟鮮香味。他們家如果你是愛吃料的，可以買，我覺得還不錯。然後許剛剛在路口買的雞爪，好像吃起來稍普一點，對不對？因為我們台中跟彰化的雞爪真的非常厲害。其實不能怪他們，是雞爪博士太嚴格了。我見識過太多的爪了，你看過太多漂亮的女生了。抱歉，不是你的錯。它的好吃程度跟我們自己滷的有點像，哦，日常啊，稍高一点点，稍高一點點，你們自己斟酌。重口味的可以買，好不好？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大坑的一日爬山之旅。我真的沒有見過人家爬山這樣子回家的啦，第一次爬完山吃這麼飽的，還帶了超多要回家跟我家人一起分享的。如果呢，你們想來體驗看看什麼叫做爬山還能吃超飽的，就來大坑走一趟大坑。絕對會讓你有一個新奇的爬山體驗。大坑讚！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哦。如果喜歡我的影片，請記得幫我按讚、訂閱、加分享。我們下次見嘍，拜拜！拜拜。